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的 AI 技术学堂。那今天这期视频主要是为大家带来2025年呢最新最全面的 GPT-5 的一个使用教程。那么无论你是刚接触 AI 的新手，还是希望从入门到精通的老用户，真正掌握这款强大的一个旗舰模型，这儿很多朋友会想，这么多的 AI 工具，包括还有国内的什么豆包DeepSeek 呀。这么多的 AI 工具，为什么我一定要选择这个 ChatGPT 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有不可替代的一个生态优势。你随便通过谷歌一搜就能看到。那么 GPT 的用户基数庞大，OpenAI 官宣GPT 呢，它的一个用户量呢已经超过7亿，远超其他的竞争对手。那它的一个场景优化卓越，海量的真实使用场景和数据不断反扑模型，使其对话体验和提示词优化做得非常的好。那么用户体验呢更自然更智能。那么同样呢，它也是小鱼儿陪伴小鱼儿已经几年了那平时呢离不开的就是用的这个 GPT 不管用它拿来写文章也好，拿来做封面图也好，或者 SEO 的一些优化也好，或者分析也好或者翻译也好，学习也好，那么可以说呢，它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哪怕你想要投资加密货币它也能给你一些相关建议。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掌握 OpenAI 下面的这个最新的这个 GPT-5 的这个模型也可以叫做旗舰模型。那么在今天这期视频当中，我会讲解 GPT-5 的多个使用技巧，包括它的版本选择它的一个下面的3种形态。那么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应该用它的哪个模型？那我还会讲到新手必知必会的8大功能。那么里面涵盖了学习、研究数据项目以及语音录音，还有我们的图片生成等等以及我们在提示词上面使用有哪些技巧和一些思维开关，如何让我们的回答更加稳定。另外在最后我还总结了在使用 GPT 呢常见的哪些坑和一些案例分享。那么这些是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能力的升级去规避掉的。喜欢小鱼儿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来给我的视频点个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开启 GPT-5 的一个使用教程吧。GPT 呢目前仍然是最主流的大模型之一。对于初次接触大模型的用户呢，我首先会推荐大家使用 GPT。那尽管在这个模型能力上面来说呢， GPT 和 Gmail 是各有特色可以说是难分伯仲。但是 GPT 呢，它就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就是它下面有7亿的一个用户，那它和谷歌的用户量级呢完全不是一个等级。那它的一个用户的涵盖面是最广的，而因为有这么广的一个用户覆盖面呢，让它能够用很多真实的使用场景和对话方式它都完全内嵌到了这个系统里面。它可以不断的去更新迭代和优化，根据用户的一些使用情况因为这么多人使用的话，它肯定会不断的更新，不断的优化。但是还有很多用户呢，在使用的时候呢，会感觉整个 GPT 的体验使用体验是比较好的这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使用，这么多的使用场景呢，在给它注入信息，所以它的整个系统呢，提示词和优化的场景的一个优化呢，是做得足够好的。而 GPT-5 呢，是现在 OpenAI 下面呢最强的一个旗舰模型，无论是写作还是集思广益，还是编辑，还是探讨想法、总结会议发现新见解提高效率等等，怎么生成代码或者说现在呢写游戏代码这些呢都完全没有问题。好，废话不多说，接下来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界面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是非常熟悉了，但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针对我们的新手朋友。如果说你还没有 GPT 可以点击我视频下方，打开我的视频在我的视频的描述栏点开这里有个更多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GPT 的独立账号购买还有一个会员代充平台。那么这儿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链接进去。如果没有账号的朋友呢你直接可以买一个现成的一个 GPT 账号
这儿直接关掉，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呢。如果说你已经有了一个 GPT 的账号，但是目前你是一个免费用户啊，那你也可以通过这里呢直接来进行 GPT 的一个代充。代充的意思呢，它就是直接帮你升级哈，点击购买啊，这儿呢你直接让它帮你升级成一个 GPT Plus。大家知道，国内的小伙伴哈，如果说你没有国外的信用卡哈，国外的银行卡，你是没有办法去升级 GPT 的啊，所以呢，用这个平台就可以帮你来升级。那么没有账号的朋友呢，可以直接点击这里 AI 服务，点击 GPT Plus， 直接点击购买。那么这里建议大家呢，直接选择独立会员，你可以选择一个月，也可以选择1年啊，根据自己的情况，直接用你的支付宝去付款就 OK 了。有了账号之后呢，接下来你用你的谷歌邮箱呢登录一下就可以了。登录进来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就跟我这样的一个界面一样的啊，它旁边呢可以看左边，它可以打开边栏。那么你平时的一些聊天记录呢，就会出现在这个下面。当你想要重新打开一个窗口的时候啊，你可以点击一个新聊天，那么它这里就是重新开始。或者说啊，下面有非常多的聊天哈，你想找哪一个啊？你可以直接在这里点击搜索，比如说搜索啊脚本优化，它这里就直接会帮你展示出来。那这个是个搜索。第3个，这里有一个图库啊，这个图库你在 GPT 里面生成的所有的图片呢，它都会在这个库里面保存。那么你就不用去挨个去找你的聊天记录，去找你的这个图片啊，那样费时又费力。可以看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的制作的图片。那么要哪一张，你可以直接点开，这儿呢你就可以直接点击右上角去下载这个图片，也可以选择共享。GPT 呢它是有一个记忆功能的啊，比如说每次我想要优化我的标题，我这个里面我只需要直接把标题甩给他哈，他就直接帮我把带有这种搜索关键词的标题呢直接帮我优化好了。这里面啊全是跟标题相关的，看一下。全是跟标题相关的，它有一个记忆功能。那么这个记忆功能怎么样去开通哈？那之前小鱼儿也有给大家分享过，就是 GPT 的10个好用的功能哈，这里面有详细讲解。这儿我也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哈。你如果说有想要去了解的朋友，可以打开我的视频啊，链接在右上角。平时你的这些不想要的呢，你也可以给它删除。比如说这个我不想要啊，后面你可以看到在选中这一个聊天记录哈，这里你可以看到它后面有3个点，点开它，这里呢就有一个删除键。那么有一个删除键呢，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聊天室给它删除。还有如果说你想要给它一个命名一下，重新命名一下，下次好找，这里你可以直接重命名。好，这里比如说代充 GPT。OK， 那下次呢，我要找的时候呢，我就直接在这个搜索这里搜索一个代充 GPT 啊，它就直接跳到这个页面。比如说我在这里搜索代充 GPT， 搜索，它直接就帮你搜索出来这个代充 GPT。那后面这3个点里面啊，它有一个共享功能，有一个因为你这些标题哈，这种聊天的标题它是很随机的啊，随机的帮你从中获取了一个随机的，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每一次不想重新去开新窗口，那么你就可以给它重命名一下。好，这里还有一个添加项目哈，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聊天的内容呢，把它添加到你之前的一些项目里面去啊。这里呢还有一个归档，还有一个删除哈，这儿就直接点这个删除键。点击一个确认删除 ，OK， 那这就没有了。这个呢就是它旁边的这些功能哈。如果说你平时不想展示这些的话，你就直接这里关闭边栏 ，OK， 它就把它收起来了。收起来之后可以看到在右下角这里有个头像，你点开它这里面就是你如果说想要升级你的套餐这儿直接点击去升级。目前它是有2个价位，一个是 Plus 版本一个是一个 Business， 这一个是一个商业版。那么正常嘛，我们如果是个人的话，我们就使用这个 Plus 就可以了，它里面也是可以直接使用这个 GPT-5 的。如果说你是团队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一个第2个版本。当然又是回到刚才如果说你是国内的小伙伴你没有一个国外的虚拟卡，那你也没法升级我们只能通过代充去帮我们升级相关链接大家去描述栏找这是一个升级的。那这里还有一个个性化的一些设置那你可以到这里面来看一下，它有一些常规的设置，有通知设置，有个性化的一些设置，还有数据管理、安全这些等等这些你可以进来看一下。这儿还有一个设置按钮这就是刚才看的一个设置按钮。那它下面还有一个帮助中心，有问题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帮助中心去
如果说想要退出这个账号，就直接点击注销。那中间就可以看到哈，这儿就是我们的一个聊天框。聊天框里面啊，你可以在这里输入你的问题，你也可以使用文本的形式，你后面也可以使用语音的模式啊，你也可以用说的这种来提问。在左上角这里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模型，我们点开这里有个倒三角，它这里一共有3个模型哈，还有个 Pro 的需要升级。那第一个是一个 Adult， 那这个它就会根据你的提问，那自动来决定它的思考时长，这个就非常的人性化。如果说你的问题比较简单哈，它可能就很快的跟你回答出来；如果说你的问题呢稍微深奥一点，它可能会稍微思考一下。好，所以这个时长呢，它是智能的哈，它会自动去决定思考时长。第二个呢是即刻回答，如果说你比较着急的话，那么你输入问题哈，它就会立马给你回答。第三个呢是一个分肯。他的思考更充分，回答更优质啊！这个主要是针对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问题啊，需要思考的一些问题，你就可以选择用它的版本。下面还有一个传统模型，其实之前是没有的哈。GPT-5它升级到5之后呢，下面其实所有的模型哈 ，GPT-4这些全部都取消了。但是有一些朋友表示呢，它不适应啊，在很多网友的这个强烈的建议下面，那么 GPT-4O 呢？那么 OpenAI 它也是经过了思考啊，在网友的一个强烈的要求和呼吁下来啊，这里它就恢复了一个 GPT-4O 的一个模型。那么在我使用了升级到使用的这一段时间来看哈，其实 GPT-5呢，它的智商是在上升的，但是它的情商方面稍微下降了一点。那么 4O 也有它的一个优势，很多朋友都表示其实 4O 的体验感会好一点。那么我自己使用的一个感觉就是4O它的情商会高一点。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是我们已经习惯了使用这个 4O习惯了这种沟通方式就像你和某个朋友熟悉了一样你们俩的一个聊天方式呢，就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一个习惯和一个情感的一个寄托。所以呢，有很大一部分人他要求恢复这个4O。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那么小鱼儿更推荐大家来使用这个 GPT-5 模型，因为这么多天实测下来 GPT-5 它的能力明显比 4O 是上升了一个台阶各个方面它都有所提升，并且在之前的这种基础之上创建图片并且它还有了一个风格的一个选择，以前是没有的只有你给它给出提示词，生成出来是不是这个风格就不得而知。但现在呢，它这里还有一些风格，并且它还可以参考你上传一个图片，它会参考你的图片来帮你生成照片。再返回到我们刚才的升级套餐的这里呢，再给大家讲一点。那它的这个套餐它有免费的免费的上面这里就没有写，有免费的，有 Plus 的，还有商业的就是这个 Pro 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版本。如果说你是一个 GPT-5 的一个 Plus 的一个会员你升级到了 GPT-5 有一个什么好处就是你在使用免费的这个版本，那么你同样是可以去使用它的一个推理模型在你打开这个 Adult 这个模式的时候呢，你可以直接跟他说请使用分肯模型，或者说让他进入深度思考一下，他就会打开这个分肯模型。因为之前的版本的话，免费用户的话，他对这个是限制会大一些。如果说你开通了这个 Plus 的话，你使用推理分肯的话，它随便是可以使用的。但如果你是免费用户刚开始它也能用，但它有限制每天可能只能让你来使用1次2次，那么你再用就没法用了就已经被限制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先来试用一下这个 Plus 的会员为什么要使用这个 Plus 的会员呢？这样子其实它里面很多的功能你用起来会更全面。第一个就像这个分肯呢，它的次数会多一些。还有这儿呢，你也可以切换传统的搜索模型。另外呢，可以看到它里面还有一个代理模式和一个深度探究模式，它只针对 Plus 的用户去开放的。GPT 它平时是分为几种工作形态第一种大家熟悉的就是这个Adult你可以直接在这里输入你想要的问题，这个 Adult 模型你直接在这里输入就可以了。它会非常快的就给出你答案这种绝对思考时间。第二种模式呢，就是这个分肯模型。当你点开这个分肯模型的时候，它使用到的就是一个
思考更充分，回答更优质，会给你一个更充分的回答。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选了这个模型，它下面就已经正在思考。那它的回答啊，它也是同样是在这个窗口上面去进行的啊，只是说你切换了一个模型。第三个呢，这里一个代理模式，还有一个研究与学习的一个模式。OK， 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新手必会的几大核心功能啊，搬好小板凳。最直接的其实就很简单，直接在这里啊输入你的问题，然后获取答案。但是以下的几个功能啊，可能你并没有玩过。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一的给大家讲一下。首先我们这里点击这里的加号，在更多的位置哈，你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个学习与研究啊，我们点一下它啊，这儿呢就会出现一个学习模式啊，学习的标签。那这个学习的最核心的啊，这个它不会直接把答案抛给你，而是根据你学习啊，你学习知识的路径，根据你现在掌握知识的程度，一步一步的来引导你，帮助你完成整个知识的内化学习。而且呢，还可以帮你来去制定科学合理的一些学习计划。比如说我这儿提出一个问题啊，新手入门币圈该怎么做的，直接点击发送。它这里啊，它是不是直接给你答案的？它会一步一步的引导你。那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在玩投资哈，小鱼儿最近也在研究这个币圈哈。如果说有兴趣的伙伴，那视频下方有欧易币安交易所的一个注册链接啊，有感兴趣的伙伴呢也可以去注册一个。首先啊，可以看到它会对你来进行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劝解啊，比如说新手入门币圈哈，诱惑太多怎么样的，他会先问你一下，你是想了解投资理财类的入门知识，还是直接学会怎么样开户买币操作交易所？他给了我们入门的4步，比如说第一，认识币圈；第二，选择正规的平台；第三，学会存取钱；第四，控制和风控。下面呢，他还会问你，要不我们从第一个小问题入手啊？你是想先学会买第一笔币，还是先弄清楚币圈亏钱赚钱的逻辑？如果说我是什么都不懂的，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一个入门知识哈，这里他会问你，给你抛出问题。而且这个呢，你还可以去制定科学合理的一些学习计划啊，每次结尾的时候，他都会给出一个这个相当于再给出你一个问题来测试一下啊，到底你对这个知识呢，到底是真的掌握还是假的掌握？比如说这里可以看到啊，假设你1万元闲钱，你会怎么分配？他这儿就比如说啊，6000存银行，3000买基数啊，1000买比特币啊，这样分配你会觉得合理吗？还是你更倾向把大头放在币圈啊？这儿他就会问你哈，你就按照他的小练习来回答。那么简单的说呢，它就是会用苏格拉底式的提问呢，让你的大脑呢不仅成为知识的容量啊，更像是一个知识的一个吸取者和一个承载者。这里我就会直接回答啊，不知道怎么分配，或者说你想了解一些什么是合约呀，什么是现货啊，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学习模式哈，去学习各种抽象的一些什么概念呐，还有一些什么投资啊、理财呀。后期如果大家呢对这个感兴趣哈，可以留言哈，到时候可以再专门做一期视频。下面一个呢，就给大家讲一下它的点击加号，它的一个深度探究。可以看到，其实它每个月也是有相关的一个数量的哈，它这里是剩余25，它也是有一个次数的一个限制。但是那么1个月20来次的话，基本上我还是都会剩下的，用不完。这里如果说我们直接点击深度研究，其实平时大家可能用的比较多的，你就可以用它来帮你搜索资料，形成结论和观点。打开它的方式大家这里看清楚了，在这里可以看到在研究的旁边这里有个圆，我们点开一下它这里有个网页搜索，这儿有一个按钮，这个按钮网页搜索这个开关按钮，我们一定要给它打开。现在比如说你每天想要知道全球最新发生的一些消息，那你不可能去每一个去搜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让它呢去帮我们搜索最新的一些实时消息比如说你可以让它去帮你搜索一些最近发生的一些实时的一些信息，让它去进行一个分析它会给出你一些深刻的见解和一个判断。比如说我这里呢直接问他，那么这儿呢，我就直接问他高中生刷题提升成绩应该刷哪种类型的帮我搜索一下。现在大家使用比较多的是哪几套卷子？
现在大家刷的比较多的，直接点击这里发送，它就会去帮我去确认一些具体的信息啊，保证我的提问哈，它能达到我想要的这种期望的结果啊。这儿它会问你是想要什么啊，比如说数学、英语呀、物理、数学、理科方面，高2，把这些问题给它回答一下。当然是想刷一下高考真题哈啊，把你的需求告诉他。好，可以看到接下来呢，他就开始进行深度的研究。所以呢，这个研究启动之后，中间你是不能介入的哈，你只能够终止，并不能够直接去暂停或者介入中间的一些调整。那么你必须等到他这里完成生成之后呢，你再去提你的意见和想法。这儿你可以直接把这个问题先交给他，你过上，或者说你现在就可以去忙其他的过一段时间呢再来看结果就可以了。这儿其实大概呢可能要花个10几20分钟，具体它也看你的任务的一个复杂度。第3个功能就是文件信息的抽取和提取你可以看到在这里会出现一个添加照片或者文件你直接选中它。选中之后呢，你就可以去这里的文件可以看到这儿的文件可以是 PDF 文档的，也可以是 Excel 的，也可以是一些表格。那么你可以给他一个表格让他给你提取一个核心结论，那他也可以帮你去应对处理各种文档的一个内容。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有识图的功能你给他一张图片，你也可以让他去识别图片里面的内容，你也可以让他来帮你找出图片里的问题。那这个就相当于呢，它可以对各种文档文件和图片文件进行处理这个就有点像一个附件功能，你可以把更多的资料更多的信息给到它它可以去帮你来做很多信息的处理和加持。那么你可以看到随便给他一张图这个图哪里不完善它就能够给你分析出来空间细节不足，家具与摆设，光影与层次，还少了一些什么生活气息这里它就只能给你把这些问题点给你找出来。比如说这里呢我再给他一个文档，我就直接让他根据这个表格帮我总结出核心结论和观点。那我这儿呢去做一个工作的一个汇报直接发送给他，他真的就相当于呢给你了你自己花点小钱请了一个助理。还有 GPT 其实它还有一个擅长的一个点，它特别擅长做拓展它每次最后都会问你还有没有别的这里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分析完这张图了，他最后会问要不要我帮你在这张图的基础上给你一个色彩上色的方案。他非常的擅长这个拓展，这个是 GPT 呢一个非常显著和鲜明的一个特点。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个核心数据表现，趋势与结论给他一个表格汇报可用观点这儿什么都帮你分析出来了。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这个文件和照片的一个处理。好，接下来介绍一个大家都非常常用的一个功能，那就是它的一个生图能力。同样我们还是点击这个加号，点击这里一个创建图片你可以打开一个新窗口，点击加号，点击创建图片。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以前的话它是完全你给它一个提示词，它就随机的帮你生成就像中彩票一样。但现在它会有一个风格的一个参考，比如说赛博朋克、动漫、戏剧化肖像填色画册、专业摄影、复古卡通、新艺术运动等等它这里面有这么多的风格。其实这个挺好玩的，我们也可以上传图片给它参考点击上传一张图片。这儿我给它一张美女风格，这里我就选一个风格，这儿我选这个动漫风格的这可以看到它就会直接把提示词就写出来了，可以直接点击发送。如果说你没有参考的图呢，你也可以直接在这里描述一下，根据你的提示再加上你的风格来帮你生成图片。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 GPT-4.5 刚刚出来的时候它的生图功能其实还是非常厉害的，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有了 GPT 这一个工具很多生图工具都已经省略掉了。那它可以和这个，那么它这里呢和这个 OpenArt.ai 呢也可以说有的一拼这个呢它除了多一些功能比如说生成视频的功能没有，那么 GPT 那其他的它还是能做到。有兴趣的伙伴都可以来尝试一下这里所有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你也可以我在这里面来找一张图片，这个是 OpenArt.ai 的 OpenArt.ai 的一个 OK 看一下，这是我给的一个真实图片
啊，这是它生成出来的一个动漫，还是非常像的。还有一张啊，看一下现在的 GPT 侦探啊，它现在可以生成2张图片了，以前只有1张啊，你让它画一张就只有1张。现在可以看到，在左边、在右边这儿呢，还有1张啊，这个是1张，它给你生成了2张，让你来选择。那我再上传一张给它，我这儿风格选一个赛博朋克的，点击发送，生图的时间还是很快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儿就去截个图哈，这边就已经生成好了。那么可以看到，我刚才让它帮我深入探究的，它已经出来了哈。我让他找一下高中的一个必刷题啊，它是去经过搜索的，并且可以看到这里呢，它其实还给出了对应的链接都有啊，你直接可以去找到这里面的课程，真的非常的贴心呐。视频看到这里还没有 GPT 账号的朋友哈，可以点击视频描述栏，想要升级的朋友呢，也可以点击我视频下方的代充平台啊，直接去帮你的普通升级成一个 GPT 会员。那还有不知道怎么样升级的朋友哈，可以在我的首页啊找到这里 GPT 升级的一个教程哈，大家也可以去直接看我的这期教程，其实非常简单啊。这张图片它已经渲染好了，看一下啊，这个是原图啊，这个是赛博朋克的图片，同级力还是可以的。看一下下面这一张啊，这个视觉还是挺强的啊。好，接下来给大家讲最后一个功能，就是它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功能的一个介绍，就是它的语音功能。在后面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符号，这里使用语音模型。那么在这个位置啊，大家在这里啊，我这儿使用的电脑版，大家看一下啊 ，PC 端和手机端都可以使用的，手机其实使用起来更方便。那么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使用语音模型，那点开它呢，我们就打开了这个语音功能。比如这里呢，我点开它，我想找一个人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呢，去开一个美甲店，能给我建议吗？我应该在哪些地方去找？当然可以。如果你想找人流量大的地段来开美甲店，几个方向可以考虑一下。首先，商场或者购物中心是很理想的选择，因为人流量自然就很大，而且来逛的人呢，也往往有一定的消费意愿。其次呢，商业步行街或者是地铁站附近写字楼集中的区域也是很不错的，因为白领上下班或者逛街的人流也很稳定。总之，可以先考察一下这些地方的客流情况，看看哪里更符合你的目标客群，这样选出来的位子就会更有保障。好的，谢谢。不客气，应该的。如果你有其他想法，或者想再细聊一下选址的细节，随时告诉我就行。那我们直接点击下面这里啊，结束。可以看到啊，这里呢啊，我们的聊天呢，它也并且有一个记录哈。那我想找一个人流量的地方开店，那么这儿呢是他回答的哈。这里呢可以看到，他都完全把它记录下来了啊，非常的好。那么其实这个语音功能呢，在手机端是非常实用、非常方便的啊。你随时有一些想法啊，你可以直接他呢去对他说，让他去帮你去进行一个记录。并且一天结束之后呢，它能够把你的记录的这些内容整理出来啊，你可以用这个功能去把你每天的关键事项记录下来啊，去帮你把你做的事情呢进行一个复盘。那这里 GPT 的几个功能给大家分享完了哈，接下来使用 GPT 的时候的一个技巧，我这儿重点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就是一个提示词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问题能不能得到一些精准的答案，跟我们的提示词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在使用提示词和大模型去对话的时候呢，大家不要想着一蹴而就啊，一定要有一个多轮对话的一个过程。在最开始和大模型沟通的时候呢，最好你是设置一个项目的角色和口吻啊，比如说我经常会说的啊，假如你是一个100万的网红视频博主，你擅长制作视频，就是这样子给他一个身份，也可以说给他一个角色哈。假如你是一名100万网红的视频博主哈，你非常擅长写视频脚本。对于新手给出建议，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写视频脚本啊？你就给了他一个身份，他会站在专业的角度来回答你的问题。或者说啊，你是一个有多年经验的一个教师，或者说你是一个有多年经验的一个理财师，或者说你是一个资深的一个营销内容专家，你再开始去提出你的要求。
去构思你的内容和要求啊，这样它回答的问题会更精准哈，更加是你想要的一个结果。好，它的第二大的技巧呢，就是关于大模型的一个记忆。其实 GPT 它是有一个记忆功能的，我平时就喜欢用 GPT 啊，我基本上给过他聊过天一次的话，第二次我就直接给问题抛给他就可以了。而且最近也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上下文和提示词啊，它和大模型的记忆里是离不开的，特别是它的短时记忆啊，相对于这个大模型啊，在和你沟通和对话中，它充分的去了解和认知到了你的一个真实意图。这个时候呢，你就不用在一条提示词里面写得非常充分。但是呢，大家也千万不要陷入这个误区，认为你的提示词不重要。提示词的撰写呢，其实仍然很重要。但是对于 AI 来说呢，它的短时记忆是比较强的。如果说时间比较长的话，那么你还是可以再把你的提示词再来重新开启一下，让它呢去完成你的意图。我们短时的记忆其实可以通过多人对话上下文去完成。这个是 GPT 它所具备的一个能力。如果说我们是长期的一个记忆的话，那么就需要我们去处理比如说你可以在完成所有的内容之后呢，把所有的内容让它总结下来，形成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总结性的文档，把它存储在对应的地方。那这样子存储的内容呢，就可以成为 AI 的一个长时的一个记忆，并且为了更好的去管理项目呢，大家最好要使用 GPT 的这个项目功能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左边它这里会有一个 GPT 的一个项目功能哈，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它用起来。如果说你是新项目，那么你就点击这里新项目，这里就是你是要项目的名称写一个你是要投资、作业、写作还是健康还是旅行写上你的项目名称。写好之后呢，比如说投资，再点击创建项目，这样你就能够把这个项目相关的文档内容甚至对话放在对应的项目文档里面这个其实比以前会更加的高级哈。它优化之后这个项目功能其实大家可以把它利用起来。比如说你有各种不同的项目，那么你就创建不同的一个新项目。每次比如说我要聊到美容店改造，我就来到这个聊天框里面，点击这里来进入到之前的这个聊天。那我想要投资比特币，我就选这个投资比特币，来到这样的一个专门做比特币的这个里面。这样呢，你就可以基于这样的背景去持续工作，让 GPT 的记忆内容呢限定在一定的框架和一定的范围内这个也是让它保存一种记忆和习惯的一个能力。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呢，在一些聊天里面呢，我想要短暂的一次对话临时的一次对话，我不希望让他记住这个，那怎么办呢？我要让他从 GPT 的脑子里面删除，有几种方法。如果我们不想保存记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右上角，打开一个新窗口，新聊天，可以看到右上角这里有个开启临时聊天，点击它。这里你可以看到临时聊天呢，此聊天不会出现在历史记录里，不会使用或更新。那么 GPT 的记忆呢，也不会用于训练我们的模型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们最多会将此聊天的副本呢保留30天，30天之后呢就没有了。这个就是属于一个临时聊天。对于我们持续和 AI 的对话，其实这个技巧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后来讲一下大家其实平常的一些坑和一些应对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使用第一个它的一个幻觉问题如果你经常去使用 AI， 你就会发现它有的时候很多人其实都踩过这个坑被 GPT 弄得被它的一些胡说八道被坑了它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在这个 OpenAI 最新的 GPT-5 的模型里面呢，幻觉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它和之前的4O 和3O 模型都有所提升。但是目前的情况，因为它只是大模型它都会存在一个幻觉。那么我们解决问题尽量去降低这个幻觉，比如说让它去标注文本的来源，把链接附在后面，这样呢，其实你就可以自己去查证一下它的信息的来源和可信度。还有一些复杂的问题，就不要使用那种简单的模型。如果说你的问题比较复杂，那么建议你就使用它的 Funken 版它会充分的思考再来回答。还有一个坑呢，这个模型呢限额和模型的一个切换的问题，很多用户用不惯这个 GPT-5它有的时候就会自动去降级。那降级有时让你感觉和降智一样如果说你很明确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是一个长任务，那么我尽量建议大家去选择这个Funken模型。
如果说你的项目比较复杂，文件又大又多哈，你要对这个文件进行拆分，那把它放入到可以把它放入到刚才这个项目里面来哈，一并去处理，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项目背景这样子呢，对你来说呢，也能够帮助你来完成整个任务，完成的更好。只要你学会使用了 GPT 哈，你懂了一些方法和技巧，其实 GPT 还是真的使用一段时间你会爱上它哈，你会用得得心应手。那么很多 AI 工具哈，你可能都不会再去使用。好了，在这里如果说你还没有 GPT 哈，那就为了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哈，建议大家可以去买一个来试一下哈。相关链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如果还有不知道怎么升级的朋友就看了我的这一期视频升级 GPT 会员的一个充值教程。那么想要学习用 AI 生成视频、生成图片的朋友呢，可以来看一下我上期这个视频专门是一款非常好用的 AI 工具它是一款生图生视频的工具。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希望我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拜拜，节日快乐！